同学们好，我们继续学习五脏的心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。心藏于胸中，为君主之官。心主要从3个方面来学习：一是心的定位，二是心的生理和病理，三是心的连属功能。心在人体的定位，除了心脏本身之外，我们人的大脑的精神、意识、思维活动也是属于心所主管的。所以中医所涉及的心不仅仅指心脏，还包括人的大脑。我们来看看心的生理功能、病理变化以及连属功能又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心的生理功能。心的生理功能主要有2个。第一个生理功能就是心主血脉，这里的心是指的心脏。当心气充沛的时候，心脏搏动正常，从而推动血液在脉中正常的运行，周流不息，营养全身。可见面色红润光泽，脉象和缓有力。如果心气不足，就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病变，比如心悸、震冲、心痛等等症状。那什么是心悸呢？心悸就是心慌，是一种不自主的心脏的跳动的自觉症状。正常人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。心主血脉，主要的定位是心，因此心悸、震冲、心痛是心的主要的定位症状，我们称为必有症状。心的第2个生理功能称之为心主神志。这里的神志就是指的人体的大脑的精神、意识、思维活动。人体大脑的精神、意识、思维活动是归属于心的生理功能的。中医上所讲的心，除了心脏之外，还包括大脑的精神、意识、思维活动。当心主神明正常，人体的精神、意识、思维就正常，就会表现为神志清晰、思维敏捷、精神充沛。如果心有病变，影响到神志的活动，就可以表现出心烦失眠、多梦健忘，甚至神昏张语、神志错乱等等临床表现。心烦失眠、多梦健忘，这是最大多数心主神志的病人会出现的一些表现。我们看这4个症状中，哪一个症状最令人痛苦呢？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，失眠是让最大多数人痛苦的症状，所以失眠是心的第2个主要的定位症状。以上心主血脉、心主神志是心的2个主要的生理功能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心的连属功能。我们还是从4个方面来学习。心的第1个连属功能就是心在志为喜。在志为喜是指的心的生理功能和精神情志与喜有密切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喜就是高兴的意思，是属于良性的刺激。喜乐愉悦的情绪有益于心主血脉的功能的正常。但是过度喜呢，则会导致心神受伤，比如放尽中举，过于高兴而诱发了癫狂。心神功能过度亢盛，则导致人喜笑不休。心神功能不及，则使人容易悲伤。因为心主神明，所以不但喜能伤心，五志过激也能够损伤心神。所以林书有一句话叫做“愁忧恐惧则伤心”。心的第2个连属功能就是在体合脉，其华在面，就是指全身的血脉都属于心。而心的功能是否正常，可以显露在面部的色泽表现。一般来讲，心的气血旺盛，血脉充盈，则面色红润光泽；当心的气血不足，则面色幻白无华。心的第3个连属功能就是心开窍于舌，是指的舌的味觉功能、正常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均有赖于心的生理功能的正常。心功能正常，则舌体红活、柔软灵活，味觉灵敏，语言流利；而如果心功能失常，比如心阳不足，则舌淡白胖嫩。
心阴血不足，则舌红瘦；心火上炎，则舌尖红而生疮；心神失常，则舌降，语言减色。下面我们小结一下，心的主要的生理功能是心主血脉和心主神志，所以心的定位症状我们也可以概括为2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心的症状，包括心悸、阵冲、心痛等等，其中最常见出现的是心悸；另一个方面是大脑的症状，包括心烦、失眠、多梦、健忘，其中失眠是让人最痛苦的症状。所以心的定位症状我们又称为心的必有症状，最主要就是这2个，一个就是心悸，一个就是失眠。以上是我们学习心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，以及心的定位症状。本节课就讲述到这里。